要是你现在还觉得这一次美股牛市仅仅是七巨头拉盘弄出来的泡沫，那接下来你极有可能就会错过最大的机会，要不就陷入最要命的陷阱里。现在这个视频里，我会把美股创新高的底层逻辑完全给你搞明白，而且也会说清楚它和过去2年那波脆弱上涨的本质差别。我会用最新的财报数据跟你讲 AI 究竟是真的开始挣钱了，还是还在编故事。最为重要的是，我会把专业机构现在最担忧但几乎没散户留意到的致命风险完完整整分析给你。看完之后，你不只会判断现在该加仓还是该观望，还能学会怎么从财报里找到大多数人会忽略的关键信号。要是你在关注美股或者手里有相关资产，这个视频你一定要认真看看，因为这里头每个数据可能直接影响你接下来的投资决定。现在评论区跟我说下，你对美股是坚决看多还是打算观望？我还记得去年这个时候，很多人都在抱怨说买了标普500，结果是赚了指数却赔了钱，因为只要你没买那7个巨头，手里别的股票基本都在往下跌。那时候的市场就是这样极端，那7个巨头就好像7个超级前锋带着剩下的493名球员在场上跑，所有的进球都来自这7个人，其他人连碰球的机会都很少。这种结构的上涨，你说它是不是脆弱？只要其中一个前锋状态不好，整个球队立刻就会处于被动。可是你有没有发现，最近这几个月市场的感觉完全变了？你打开行情软件能看到，不只是科技股在涨，金融股在涨，工业股在涨，医疗股在涨，就连之前一直跌的消费股也开始明显反弹。这不是某几家公司的胜利，而是整个市场的集体回暖。而这正是这波牛市和过去2年最本质的区别。我给你看几组最新的数据，你就明白了。标普500指数里现在已经有大约81%的企业公布的一季度每股盈利超出了市场预期，一季度整体的每股盈利增速达到了 13.4%， 这个数字如果最终确认，将会是过去4年来的最高水平。更重要的是，根据摩根大通的统计，有 66% 的公司同时实现了销售额和净利润的双重超出预期，而在之前的4个季度里，这个比例平均只有 51%。 你想想这个变化意味着什么？之前只有一半的公司能交出合格的成绩单，现在变成了2/3；之前只有少数几家公司在赚钱，现在变成了大多数公司都在赚钱。这就像那支足球队，之前只有7个前锋能进球，现在中场、后卫甚至守门员都能进球了，整个球队的战斗力自然就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了。这种盈利增长的扩散，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盈利宽度增加，才是这波股市能持续创新高的最坚实的基础。如果你觉得这些数据还不够有说服力，那我们再来看一个更直观的例子。就在4月30号，谷歌公布了它的一季度财报。财报公布之后，谷歌的股价当天直接暴涨了 10%， 市值一夜之间增加了4210亿美元。这个涨幅是什么概念呢？它是美股历史上单日市值增长的第2名，仅次于之前英伟达创造的4400亿美元的记录。很多人看到谷歌暴涨，第一反应就是又在炒 AI 概念，但这次真的不一样。我仔细看了谷歌的财报，这次拉动增长的核心不是大家熟悉的搜索广告，也不是 YouTube，而是谷歌云。谷歌云一季度的营收达到了200亿美元，同比猛增了 63%， 远远超出了市场预期的180亿美元。更惊人的是，谷歌云的订单积压量直接翻了1倍，达到了4600亿美元。这说明什么？说明企业已经开始真金白银地为 AI 付费了。之前大家提到 AI 想到的都是英伟达的显卡，都是算力，都是实验室里的技术。但谷歌的这份财报告诉我们， AI 已经不再是 PPT 上的故事，也不是未来的愿景，而是已经变成了能产生实实在在利润的生意。客户已经在排着队等着用 AI 解决方案，甚至愿意提前付钱预定。这才是真正的 AI 商业化落地，这才是市场愿意给科技股这么高估值的根本原因。讲到这里，如果你发现自己已经开始重新思考对 AI 和美股的看法了，那就顺手点个赞，说明你已经抓到了这次市场变化的核心。很多人到现在还停留在去年的认知里，觉得 AI 就是炒概念，就是泡沫。但事实是 AI 已经完成了从讲故事到真赚钱的闭环。这个转变比大多数人想象的都要快，也都要彻底。但你猜最奇怪的是什么？就在所有人都在为 AI 的商业化成功欢呼，都在为美股的创新高庆祝的时候，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些科技巨头为了 AI
付出了一个多么巨大的代价。这个代价现在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但它很可能会成为接下来刺破市场乐观情绪的那根针。在讲这个代价之前，我们先来说说支撑这波股市上涨的宏观底色。很多人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现在通胀还没有完全降下来，美联储也一直说要维持高利率，甚至不排除继续加息的可能，再加上各种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为什么股市还能一直涨？其实答案很简单，因为实体经济的表现比所有人预期的都要好。就在上个月， ISM 制造业指数在连续3年半的收缩之后，终于重新回到了扩张区间。这意味着美国的制造业已经开始走出低谷，出现了复苏的迹象。同时，服务业指数也一直维持在扩张区间，说明整个经济的活力依然很强。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很多人都忽略了，就是美元的走弱。今年1季度，美元同比平均贬值了大约 6.8%。你可能不知道，标普500里的公司差不多有一半的收入都来自美国以外的地区。美元贬值之后，他们在海外赚的钱兑换成美元之后就会变多。根据测算，美元的这次贬值为标普5001季度的每股盈利增速贡献了大约4个百分点。所以你看，这波股市的上涨并不是空中楼阁，它既有微观层面企业盈利的普遍改善，又有宏观层面实体经济的韧性支撑，还有 AI 商业化这个明确的长期增长逻辑。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波牛市的健康程度确实要比过去2年好很多，但这并不意味着现在的市场就没有风险了。恰恰相反，在极度乐观的市场情绪背后，隐藏着3个非常严重的隐患，其中任何一个爆发都可能引发市场的大幅回调。而这3个隐患里最致命的那个，几乎没有散户在关注。第一个隐患就是估值过高，现在标普500的远期市盈率已经超过了23倍。这个水平是什么概念呢？过去20年，标普500的平均远期市盈率大概是16倍左右，也就是说，现在的估值已经比历史平均水平高出了差不多 40%。高估值本身不是问题，只要盈利增长能跟上，高估值是可以被消化的。但问题是，现在的高估值已经透支了未来太多的利好，市场已经把 AI 未来很多年的增长预期都提前反映在股价里了。只要接下来有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比如 AI 的变现速度不及预期，或者企业盈利的增速开始放缓，股价就很容易出现戴维斯双杀。这就像你买房子，本来这个房子市场价是100万，你因为看好它未来会涨价，花了140万买下来。如果它真的涨到了150万，你还能赚10万，但如果它只涨到了120万，那你就亏了20万。现在的美股市场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所有人都在赌未来会更好，但未来真的会像所有人预期的那样好吗？没有人知道。第二个隐患，也是我今天最想提醒你的，就是科技巨头的自由现金流压力，这也是整个市场最被低估的风险。所有人都在看 AI 带来的收入增长，所有人都在看净利润有多漂亮，但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些科技巨头的自由现金流正在以一个恐怖的速度枯竭。很多人分不清净利润和自由现金流的区别，我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马上就能明白。净利润就像你每个月工资单上写的数字，是你名义上赚的钱，而自由现金流是你扣掉所有房贷、车贷、生活费、水电费之后，真正能揣进自己兜里随便花的钱。一个人可以有很高的工资，但如果每个月的支出比工资还高，那他本质上就是在靠借钱活着，一旦哪天借不到钱了，马上就会破产。公司也是一样的，一个公司可以有很高的净利润，但如果自由现金流为负，那他赚的钱就只是账面上的数字，根本没有真正落到自己手里。而自由现金流才是衡量一个公司真实健康状况的最重要的指标，也是专业机构最看重的指标。那现在这些科技巨头的自由现金流情况怎么样呢？我给你看一组数据，你可能会吓一跳。谷歌、亚马逊、Meta、微软这4大科技巨头已经公布了他们2026年的资本支出指引，加起来差不多要7000亿美元。而去年这4家公司的合计资本支出才只有4100亿美元，也就是说，为了布局 AI， 他们的资本支出在1年之内就要增长将近 70%。这么天量的资本支出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自由现金流的暴跌。谷歌1季度的自由现金流同比下降了 47%， 而亚马逊更夸张，自由现金流直接骤降了 95%， 从去年同期的259亿美元跌到了只有12亿美元，几乎快没了。
你想想这有多恐怖？亚马逊作为全球最大的电商公司和云服务公司之一，一个季度赚了那么多钱，最后真正能留下来的自由现金流只有12亿美元。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把几乎所有赚来的钱都投到了 AI 算力的建设上。他现在就像一个赌徒，把所有的筹码都压在了 AI 上。如果 AI 真的能很快给他带来巨大的回报，那他就赢了。但如果 AI 的变现速度比预期的慢，那他接下来的日子就会非常难过。我觉得这里最容易被忽略的地方是，这些科技巨头的资本支出不是一次性的，而是持续性的。IC 的算力需求是指数级增长的，这意味着他们每年都要投入越来越多的钱去建数据中心，去买显卡。只要 AI 的竞赛还在继续，这种烧钱的速度就不会停下来。而一旦市场环境变差，他们的收入增长跟不上烧钱的速度，那这种极端紧绷的现金流就会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现在市场完全没有给这个风险定价，所有人都只看到了 AI 带来的收入增长，却完全忽略了它带来的现金流消耗。大伙儿都觉着只要 AI 能挣钱，投再多钱都挺值得，可没人想过，要是 AI 挣的钱还没投进去的多可怎么整？要是投入的周期比所有人预想的都长可怎么整？第三个隐患就是聪明钱的走向。你有没有发现个挺有意思的现象？越是市场一块乐观的时候，专业机构反倒越小心谨慎。我最近看到一份高盛的报告，说过去3个月机构投资者买入看跌期权的规模已经达到过去5年里的最高程度，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那些专业的投资者就算也能从这一轮牛市中赚到钱，但他们已经开始为可能出现的下跌做打算。他们并不像散户那样这会儿满仓去追高，而是一边拿着股票一边购买看跌期权来对冲风险。这样的操作才是专业投资者在市场高位时应该采取的办法。那散户呢？当前散户的情绪都乐观到了极致，在各种各样的散户论坛之中全是看涨的话语，到处都是晒收益的帖子，很多人都开始加杠杆炒股了，觉得股市能够一直涨下去。这种情绪上的极端分化常常就是市场快要调整的信号。说到这里，你可能就会问，那么我们现在到底该怎么做？是要马上卖了离开，还是接着拿着？我觉得这一轮牛市的底层逻辑还没有被破坏，盈利宽度扩散是真实存在的， AI 商业化落地是真实存在的，实体经济的韧性也是真实存在的，所以现在还远远没到全面看空的时候。但与此同时，我们得清楚认识到，目前市场已经积攒了不少风险，高估值、现金流压力、机构的对冲行为，这些都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信号。所以现在最为恰当的策略，不是盲目的追高，也不是恐慌的卖出，而是保持足够的风险意识，把更多精力放在挑选股票上面。挑选股票比选择时机重要。在现在这个阶段，这话挺重要，要去找那些真正能从 AI 浪潮里受益且现金流情况比较良好的公司，不要去买那些只会讲故事、没有实际业绩支撑的概念股。要留意那些盈利增长确定性高、估值相对合理的行业和公司，不要跟着市场的情绪去追那些已经涨翻天了的热门股。还有，要把控好自己的仓位，不要把所有的钱都投进去，留一部分现金。要是市场真来个大幅度回调，还有抄底的机会。不要加杠杆，不要用短期内要用的钱去炒股。投资是场马拉松赛，不是100米冲刺，笑到最后的才是笑得最棒的。其实投资这档子事儿，最可怕的从来不是风险本身，而是你对风险不了解。当所有人都在为 AI 的未来高兴的欢呼之时，你能不能冷静点，看看那些藏在好看财报背后的数字？当所有人都在说这次不一样的时候，你能不能保持自己独立思考，别让市场的情绪拽着你走？每一回牛市都是这副模样。刚开始的时候，所有人都抱着怀疑态度，没人相信。等到所有人都信了，都开始疯狂往里面投资的时候，风险就偷偷来了。这波美股牛市确实和之前不一样，它有更踏实的基础，也有更清晰的长期逻辑，但这不代表它不会跌，也不代表你可以闭着眼去买。市场永远都是对的，错的永远是我们自己。我们能做的是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提高自身的认知，在别人贪心的时候留一份警惕，在别人恐惧的时候有一份胆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这个残酷的市场里长久的活下去，并且赚到属于自己的那部分钱。
要是这期视频让你对现在的美股市场有更清楚的认识，或者让你少掉进一个潜在的坑，那就订阅我的频道吧。之后我会接着分析更多市场背后的真相，帮你搭建更完备的投资认知体系。最后得跟大家说一下，今天视频里的所有内容只是我个人的看法和信息分享，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所有投资决策都有风险，如果涉及具体投资操作，一定要结合自己实际情况，或者去咨询专业投资顾问。大家一定要理性判断，并且谨慎做决定。